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上一集同大家講咗點樣做即洗，今次就介紹下一個舊化嘅主要技巧乾掃啦。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一啲我自己做改裝模型片段嘅分享。同時我亦都有做模型代工嘅，有興趣歡迎 PM。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訂閱啦。需要準備嘅工具同埋材料呢，上一集就講咗，所以唔再講多次啦。有興趣嘅可以睇翻我上一條影片，撳右上角條 link 就可以去得到。首先介紹一個非常之簡單同入門級嘅乾掃舊化技巧，用得到嘅只係需要一支平頭筆嘅啫，同埋銀色嘅珐琅油。其實銀色嘅珐琅油呢都唔止一隻嘅，咁但係我自己就推薦 X32呢一隻色，因為佢個銀色發出嚟呢係比較明亮啲嘅。同之前介紹嘅一樣啦，我哋只係需要喺個蓋底嗰度拎少少顏料就已經足夠，用平頭筆點起少少顏料，然之後不停喺廚房紙上面來回摩擦，將多餘嘅顏色整走啊！去到你只係見到有極少量嘅顏色留喺平頭筆上面，咁我哋就可以開始做舊化嘅處理。亦都因為支筆呢個時間俾你掃到乾晒，咁我哋再掃上膠件上面呢個動作就叫做乾掃啦。可以好似影片一樣，慢慢將筆頭上面僅餘嘅銀色好輕力咁樣喺個膠件嘅邊位嗰度慢慢掃上去，你就可以做到一啲好幼細嘅銀色絲線留咗喺膠件嘅面上面。呢一個就係模擬一啲好輕微嘅刮花，淨係刮走機甲上面嘅漆油就露出咗入邊合金嘅顏色嘅嗰個狀態。我自己比較中意隨機喺啲邊位嗰度上呢個銀色嘅乾掃。因為銀色本身會反光啊，所以你只係需要做好少嘅顏色上去，已經有一個明顯嘅效果。至於點樣去做銀色絲線嘅方向呢？如果你係好輕度舊化，我就會沿住個邊位做一個直角嘅乾掃。咁當然啦，考慮翻你嗰個機甲係點樣移動，然之後嗰個方向呢，你就可以再做翻對應嘅乾掃嘅。因為我淨係做咗一邊嘅乾掃，咁俾左右對比大家睇一睇，就大概會知道好輕量嘅舊化個分別會係點樣啦。除咗用掃呢一個方法之外，其實我哋都可以用點嘅方法去做一個舊化嘅處理嘅。一樣都係要確認平頭筆上面嘅顏料只係僅餘翻好少，然之後就可以好似影片入邊咁樣，好快好輕力嘅將支平頭筆懟上去膠件嘅表面。咁樣就可以營造出一個花面嘅效果。至於點嘅位置，我自己咧就通常都會點喺膠件入邊比較正中嘅地方，因為咁樣個效果亦都會做得明顯啲、出啲嘅。如果要做一個超輕度嘅舊化，其實淨係用銀色做到咁樣，都已經算得上係可以收貨嘅狀態㗎啦。但係其實金屬色，譬如銀色咁講啦，都可以獨立攞嚟做一個比較重度嘅舊化。特別係一啲骨架嘅件啊，或者係一啲黑色底色嘅配件上面呢，係比較容易去咁樣做處理嘅。前置嘅功夫呢，就其實都係一樣噶啦，都係用平頭筆染起啲色，然之後整乾佢啦。然之後我就會用呢個腳嘅骨架去做示範。今次就唔需要輕力去做啦，直接不停地將顏色掃上去成個表面上面，唔需要話有啲咩避忌嘅位置，一啲比較突出嘅位置呢，就用呢個方法，基本上都會將所有嘅顏色覆蓋晒上去咁滯。但係呢個顏色覆蓋上去就同我哋噴油上去或者就咁手油嘅效果就好唔一樣嘅。因為呢個方法其實我哋係乾掃無數嘅銀色絲線去覆蓋個件嘅表面，咁就更加可以模擬得到喺重度刮花之後金屬表面嗰個狀態。至於方向呢，我自己就建議可以用唔同方向去掃都 OK 嘅。做到凌亂啲就會更加好，始終關節位咧就唔係淨係向一個方向嗰度移動嘅，咁亦都會去左右喐啊，或者前後刮啊。其實個刮痕就真係唔應該淨係由一個方向而嚟嘅。至於顏色嘅分佈，亦都可以做得隨機少少。咁始終刮花呢樣嘢就唔會話好隨機分佈嘅，始終有部分係嚴重啲。咁望落去呢，就會變得自然啦，成件事。呢一種效果呢，無論你用銀色啦、金色啦，或者係銅色都可以嘅，就真係睇下你想個內部嘅結構係點樣去做一個分析嘅啫。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有用或者有趣嘅，可以撳右下角嘅訂閱掣支持一下。如果再想進一步支持，歡迎加入會員。
講咗咁耐，就終於講埋黑色究竟點用啦。其實黑色喺舊化入邊都好緊要嘅，但係我自己咧就會多數比較用喺乾掃嘅呢一個步驟。前置嘅工作大家都係一樣噶啦，用平頭筆點起少少珐琅油，然之後用廚房紙掃到去乾為止，然之後就可以直接拎佢嚟處理模型件嘅表面。黑色嘅乾掃除咗話俾一個更加污糟嘅痕跡個模型之外，其實我會主力用佢嚟勾勒出一啲線條，好似影片入邊咁樣呢，我就會集中將黑色嘅乾掃做喺一啲會突出嘅細節位或者係一啲邊位上面嘅。呢一個同之前有拍過一個二次元風格嘅嗰個處理呢個原理係差唔多。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嘅，可以撳而家右上角嗰條 link 嗰度。咁樣做咗一個黑色嘅乾掃呢，會令成個模型嘅線條，就算做咗舊化呢一種比較斑駁痕跡嘅處理之後，依然就可以比較容易一眼就睇得到成個模型本身線條大概會係點嘅。同時間咁樣亦都符合翻你舊化本身呢一個效果啦。至於顏色嘅選擇嘅話，只要個件本身唔係黑色嘅，我都會建議用黑色去做。但係如果你想喺一個黑色底色嘅件上面做舊化嘅話呢，我就反而會建議你可能用一個淺少少嘅灰色，咁就會有個反差嘅效果，亦都可以勾勒翻本身嘅線條出嚟。同即洗一樣啦，你想做到幾殘，咁你就做到幾時先收手。咁但係我呢一隻渣古頭都係想做一個中度嘅舊化，咁所以我去到呢一度呢，就應該差唔多啦。至於乾點顏色上去，特別係黑色啊或者啡色呢啲部分呢，我自己就比較傾向用海綿多過用平頭筆嘅。海綿亦都唔需要用到咁大嚿啦，咁我會剪一細塊出嚟，用個角位點喺你需要用嘅珐琅油顏色上面，或者自己搽上去都得嘅。然之後同平頭筆一樣喺廚房紙上面掃到佢乾為止。呢個部分就真係要記住，要做得好乾好乾啦。跟住落嚟就可以慢慢好輕力咁樣將呢個海綿點上去你有需要做生鏽痕跡嘅部分。嗱，咁你一路睇我一路講啦。其實用手揸住個海綿就真係冇乜所謂嘅，咁只不過我自己習慣用個鉗去夾住個海綿再點上去。因為有個手柄咁樣去點落去呢，我就可以做得更加輕手啊！如果你做得太重手嘅話，點上去嘅色呢就變咗唔係一點點，而係一條條好短嘅線。因為你壓落去嗰下，其實係俾咗一個少少嘅距離去，只有喺你掂到嘅嗰一剎那就即刻縮手，你先至可以確保留喺個膠件面上面嘅顏色係用一個點嘅形狀留低喺度，而唔係用一個短線嘅形狀留低喺上面。咁就更加似一點一點嘅生鏽痕跡啦。做舊化其實就傾向建議可以用多幾個唔同嘅顏色嘅，因為越多唔同嘅顏色就可以帶出越多嘅層次。咁始終生鏽本身亦都係一個比較漫長嘅過程啦。早生鏽嘅部分同埋遲生鏽嘅部分個顏色其實亦都應該係有分別嘅。至於用啲乜嘢顏色，其實就可以用唔同深淺嘅啡色啦，甚至係紅色、黃色、橙色你都可以用。咁呢個部分亦都取決於你最尾想有一個幾嚴重嘅舊化效果。講到呢度，咁乾印嘅步驟我自己都已經完成咗啦，俾翻個左右對比大家睇下個分別。呢度對我嚟講就算係一個中度嘅舊化處理。咁如果你話輕度嘅話，其實即洗完之後掃多幾條銀色嘅邊啊，或者掃多少少，就算係輕度噶啦。去到呢度舊化嘅處理算做完成。咁你如果滿意個效果嘅話，咁你就可以上翻層燒光或者半燒光去保護翻你做咗嘅呢個舊化效果去。亦都補多句啦，若然你係唔滿意嘅，你可以用珐琅油嘅開油水將你做過嘅所有痕跡全部洗晒，咁你就會得到一個只係經過輕度即洗處理過嘅模型。去到最後，我自己就習慣用銀色嘅珐琅油去做一個收尾嘅處理。做法呢就淨係會用到乾掃嘅啫，咁我就會喺一啲已經做咗黑色乾掃嘅邊位上面做多少少嘅銀色上色。咁樣嘅做法呢，就係模擬翻黑色嗰啲位置，其實可能係有輕微爆炸過啦，或者係有撞擊過。咁最中央嘅部分呢，就應該有啲合金外露嘅位置出咗嚟啊！去到最尾俾翻大家睇翻個成品，呢一個就係我個人對舊化同埋生鏽嘅理解，
然之後表達翻出嚟嘅一個做法啦。咁其實都唔係100% 係啱嘅，大家可以有自己個人嘅演繹。所以認真講，其實呢個真係唔係教學，只係一個參考我自己個人點樣做嘅啫。你有用嘅你就剔其中一 part 去用咁就得噶啦。少少嘅吹水時間啦，咁其實舊化呢一樣嘢呢，就我應該會做多一集短嘅，因為好耐之前我喺個 channel 嗰度 post 過一個重度舊化嘅部件，咁就其實有唔少師兄係覺得有興趣想睇下點樣做嘅。咁我就為咗呢一樣嘢，所以先鋪路做呢個舊化嘅系列嘅啫。因為唔由頭講，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好對路咁樣。至於做戰選呢，我計一計條數，其實都應該做得到嘅。咁我應該會繼續做埋落去。咁可能所以呢個系列戰選加埋舊化係講緊4至5集完啦。配音嘅呢一刻呢，其實我已經打完咗第2針噶啦。咁打完之後係要連續攞2日病假，真係出唔到門口，係全身肌肉痛啦、嘔啦，真係好唔舒服嘅。好彩呢段片我係之前拍落已經剪咗大半，亦都寫好咗 script 噶啦，咁所以先至咁快出得到。冇辦法之下就喺度公器私用一下，同咁多位俾個代工我嘅師兄講聲唔好意思先，因為打完針之後呢，我個腦係 function 唔到，即係正常打磨剪件我係 OK 嘅，但係要去到噴油啊、上色呢啲咁精細嘅工序呢，我係做唔到。咁所以呢個月我係直頭冇乜點樣掂過我啲代工，開始過㗎，但係個效果1-2件試咗出嚟，知道自己唔在狀態呢，都做唔到落去。咁所以所有嘅代工都要順延，真係講聲唔好意思啦，唯有。今條片嚟到呢度啦，有咩問題歡迎留言。如果中意影片嘅話，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想再進一步支持嘅，可以加入會員。另外，每隔一個禮拜日嘅9點鐘，我都會開 live 同大家吹下水嘅。得閒就上嚟傾下偈啦。我係肥宅模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